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 老师，是一名风水师，也是一名占卜师。这一集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搞什么名堂？名堂搞不好，事业搞不好的名堂风水系列。下一个季度的风水影片将会接着教大家更多好用的东西，记得继续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新的一季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个消息了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张图，这一张图的明堂是个很标准的好格式的明堂，门进来这里没有直接的对冲出去形成的穿堂煞，大门的上方也没有横梁贯穿，穿心煞也没有看到，而且它在这里呢也做了一道玄关隔墙，然后大门的左右两边也没有厕所啊、浴室啦，或者是厨房的东西，所以至少内部的格局算是不错的了。如果明堂外面也没有一些其他的煞气，那基本上明堂的格式就是一个好房子了。我的另外一些影片呢，都有说明了这些明堂内外的煞气，记得往这里还有这里去看。好，那我们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明堂之后，接下来就需要看布局的事情了。比如这一张图，我们可以看到大门打开后，往这个隔墙的地方都有一定的距离。重点就是看起来都很舒适，这里舒适的定义就是不会有压迫感，空间是宽敞的。那宽敞的定义一般上就是大门的宽度再加上60公分，比如说大门的宽度是70到80公分左右，那明堂的宽阔呢至少就是140乘以140公分，那也就是说大概需要有2平方米的空间作为明堂。这里只是一些很基本的算法，实际上也要考量到整个房子的大格局去考量。原则上，大门打开后，人站在玄关的位置，一个大胖子也能够轻松的转身，是最基本的要求。一个好的内明堂，首先要注意干净跟整齐，然后不摆放一些尖锐的物品。明堂要够明亮，东西都要看得到，至少钥匙孔都要看得到。其他更多内明堂好风水的影片可以往这里看。再来就是明堂整体的感觉是舒适的，也就是不要脏乱，不要摆放一些意象不好的东西。有些人的艺术天分非常的好，但是却跟风水难免有一些违背，比如这样的摆设物品，尖锐的角太多了，虽然好看，但是却破坏了明堂的风水。如果有摆放植物的，枯叶也要记得马上处理掉。然后有些抽象画虽然很有艺术、很有意思的感觉，但是要记得要多注意不好的意象会带来不好的能量。再接下来，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命格，也就是八字所需要的五行，去调整整个明堂，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运势更加的顺利。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，到底需要加强的是哪一方面的五行？常常很多人误解了一种五行可以打天下的概念，比如说你需要增加财运，而你的财运的五行是属水，但是你的健康偏偏是忌水的。这个时候你一直不断的加强水，所以虽然财运好了，但同时健康也一定会出问题。所以不要再傻傻的只是单纯的问我五行是缺什么的了，因为不会有同样的一个五行是能够对所有的运势都是有利的。我们再说回来明堂布局的方面，这些风水的布局需要配合3个点，第一个就是你的命格所需要的五行，第二就是明堂方位的五行，第三就是理气所需要的五行。依据这3点综合去考量和布局。比如说玄关刚好是财位，然后玄关这里需要水，但是有些人调整个人的财运的五行是忌水的，此时如果没有考虑周全的话，就会在玄关这里布局水，对应的坏事也会被你催化起来了。这个时候以为做了好的布局，却让你的衰运来得更快，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留意的地方。那像这些的矛盾，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呢？一般上的方法就是利用旺度来比较，看看哪一个地方的水是最强或者是最弱的，从而这样子去做调整。布局方面，通常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呢有4项。第一项呢就是材质，比如说你需要放一块地毯，或者是放一些瓷砖，然后墙面呢是用原木还是水泥墙，这些种种的材质都会影响到你的运势。第二项就是形式，这些需要配合整体房子的设计的风格，这一方面要跟室内设计师多一点沟通，不要让玄关的风格跟客厅或者其他地方都搭不上。第三就是颜色，
色调会影响布局蛮大的一个部分。第4呢，就是摆设物。多放一些吉祥的物品都是比较合适的。摆设品要尽量挑选一些和谐的物品。我在有些人家看过明堂摆放一把大关刀，还真的是一把金属刀，还闪闪发亮的。那这个杀气就太重了，难免破坏了一个家里的和谐。接下来就是要把这3个重点的五行进行整体的调整，也就是门口的方位的五行，然后明堂理气的五行，以及个人命格所需要的五行做一个大整合。这些玄关在布局好后，只要没有搞错布局，多少都会提升你所需要的一部分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正在调整财运，而刚好玄关是财位的话，调整到不错的话，财运的提升就不只是一部分了。打个比方说，一般上有效的布局可以提升1到2%，那如果你的玄关是财位的话，提升到5到6%都是说不定的哦。不过不管是多少%数的提升，只要进行合适的调整，一整年下来，你年底的旅游金就是免费的了。更何况这里大家都需要记得，你请风水师帮你调整阳宅，不可能只是帮你调整阳宅一下而已，一定是整个房子都帮你进行调整的。所以一般上整体调整好后，要达到20至30%以上是可以轻松做得到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有钱人随便调整都能够增加很多钱，而一般的人调整却很难调到他们的数字。请记得，这些都是因为比例的问题。那说到这些提升%数的数据，并不是凭空捏造的，在大多的情况下，每一个风水师调整都是可以得到那个效果的数据。至于如何确认调整后的效果，答案就是透过占卜就可以轻松的得到了。关于如何选择和如何避免盲选风水师，请看这里的影片。好的风水除了适当的避开杀气，适当的布局也是一个大重点，因为它可以把原本不好的地方变得更好。也就是说，杀气没了，就等于没有坏的磁场来干扰；布局成了，也就是等于加强了你的运势。这一季度的明堂风水就先讲到这里，记得点赞、留言、分享跟订阅我的频道。改变命运刻不容缓，所以订阅频道时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可以马上得到新影片的通知了。我是 AK 老师，是一名风水师，也是一名占卜师。